知道维多利亚的秘密吗？Hello， 大家好，我是雪莉。今天我们来轻松聊聊维密这个全球知名的内衣品牌吧。你以为它只是卖内衣吗 ？No， 它可是曾经时尚圈的 superstar。说起维密时装秀，简直就像时尚界的奥斯卡，每年都会有全球顶级超模登台，比如吉赛尔、丽玛、坎蒂斯，这些超级传奇人物穿着维密最新的设计在 T 台上走秀，这件事那叫一个光芒四射。然而这些年，维密决定洗心革面，把时尚奢华的路线转向进行了多元治疗，甚至还带着政治正确的意思。就像一场游戏。近几年来，维密进行了战略调整，取消了时装秀，并推出了更有效的市场策略，企图吸引回更多的女性消费者。这反映出现代市场环境中的巨大变化。虽然过去品牌通过性感营销获得了成功，但现在消费者的需求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为了在竞争激烈中市场要持续生存和发展，维密必须通过不断的数据驱动的决策来优化其营销策略，全面拓展多样性发展。总之，维密转型不仅是品牌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应对当代市场挑战的必要选择。维密开始于1977年，创始人罗里·雷蒙德有次为妻子买内衣，这样搞得特别尴尬，于是他一拍脑袋，决定开一家让男人也能大大方方为自己定制内衣的商店。突然，到了80年代初，他的企业走向破产的边缘。最后，他以100万美元把公司卖给了莱斯·维克斯纳。维克斯纳不过是个身材魁梧的家伙。他说：“我们应该少关心男人想看什么，多关心女人想穿什么。”这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到1992年，全国有500多家商店。1995年，维密在全美已经有600多家店，销售额竟冲到了20亿美元。同年，首场维密时装秀华丽亮相。虽然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当年的秀有点朴素，但它迅速成为了时尚圈最具盛名的活动之一。后来，维密的时装秀越办越豪华，维持着品牌性感与奢华的象征，依托内衣和美妆品牌，打造产生强大的品牌知名度。你知道维密是怎么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变成全球知名的时尚派对吗？故事可比你想象的还要戏剧化。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初，维密通过 STP 理论策略获得了品牌的全球成功。什么是 STP 呢？市场细分的概念是美国营销学家温德尔·史密斯在1956年最早提出的。此后，美国营销学家菲利普·科特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温德尔·史密斯的理论，并最终形成了成熟的 STP 理论。市场细分 segmentation， 目标市场选择 targeting 和市场定位 positioning， 它是战略营销的核心内容。STP 理论的根本要义在于选择确定目标消费者或客户，也就是市场定位理论。根据 STP 理论，市场是一个综合体，是多次元、多元化的消费需求集合体。任何企业都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企业应该根据不同需求、购买力等因素，把市场分为由相似需求构成的消费群。例如，维密就是提供各种标志性时尚和内衣系列。标志性时尚和内衣体现了女性气质、精致和性感，凭借引领潮流的设计、奢华的面料和精湛的工艺，这就是市场细分。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战略和产品从子市场中选取有一定规模和发展前景，并且符合公司的目标和能力的细分市场，作为公司的目标市场。随后，企业需要将产品定位在目标消费者所偏好的位置上，并通过一系列营销活动向目标消费者传达这一定位信息，让他们注意到这品牌，并感知到这就是他们所需求的。换句话说，维密就是展示品牌理想生活方式，通过展示多样化的模特、包容性尺寸选择和身体的积极信息，维密赞美个性，并赋予各种体型、身材和背景的女性力量，让她们拥抱自己独特的美丽和风格。STP 理论是指企业在一定的市场细分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目标市场，最后把产品或服务定位在目标市场中的确定位置上。具体而言，市场细分是指根据顾客需求上的差异，把某个产品或服务的市场逐一细分的过程。举个例子，维密的时装秀和娱乐。
维密打造了引人入胜的时装秀和娱乐活动，吸引了全球观众，并激发了人们对其品牌的热情。凭借精心制作的走秀节目、名人表演和沉浸式体验，他也通过创新营销和讲故事的手段来吸引客户，并与客户建立情感联络。维密可是销售界的吸金啊！它的销售模式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刺激欲望，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维密可不是随便在商场里买内衣那么简单，它聪明在如何在每件产品中营造奢华感。而且呀，维密特别会利用走秀款和独家产品制造稀缺大秀与全球营销活动组合，不仅仅是靠电视，还通过时装秀零售销售。维密主要通过公司自营零售店、电子商务平台和全球授权零售商销售其时尚和内衣产品。零售销售占维密总收入和利润的很大一部分。时装秀和活动，维密通过各种收入来源，将其时装秀和活动货币化，包括门票销售、赞助、商品销售和媒体版权。通过吸引全球观众和媒体报道，维密的时装秀和活动成为该品牌强大的营销平台和创收机会。时尚合作和限量版，维密与时装设计师、名人和有影响力的人合作，打造独家系列、限量版和联合品牌产品。品牌大使和影响者，维密利用品牌大使、名人代言人和社交媒体影响者来扩大其品牌信息，并吸引新的受众。数字和社交媒体营销，维密采用数字优先的营销方法，利用在线渠道、社交媒体平台和移动技术，在整个客户旅程中与消费者互动，通过有针对性的广告、赞助内容和互动活动，维密创造了个性化的品牌体验。维密大秀时隔6年终于回归了，不过这次终于不是过去那么火爆了，官方的市场视频片段竟然不到5000个点赞。要是以前的维密大秀，天使的翅膀可能是社交媒体的常客，每年都位居榜首。你还记得吗？曾经维密大秀的门票被炒到35万一张，妥妥的奢侈品。维密前母公司 L Brands 财报显示，2009年维密全球门店超过1300家，2009年维密甚至平均每分钟能卖出600件内衣。2016年，其销售额创下77.8亿美元的纪录。巅峰时刻，维密牢牢掌控着美国内衣市场30% 的贡献呀。但是啊，自2017年起，维密利润营收年年下跌。2019年，母公司 L Brands 集团第3季度的亏损甚至超过1.5亿美元。大秀取消后，2020年，维密销售额下跌27.91%，维密英国公司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如今重启，市场还会为它买单吗？品牌形象问题，维密的传统品牌形象始终以完美身材而闻名，依靠超模和奢华的内衣大秀塑造性感完美的女性形象。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消费者观念的改变，市场对多元化和异质性的需求增加，维密的天使形象被认为不再符合主流的审美观，品牌未能及时适应这种变化，导致部分消费者不再买账。销售下滑。最近，维密的销售额持续增长。2022年，公司面临着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挑战，但即使市场复苏，维密的销售也没有达到预期，部分原因在市场竞争加剧。依赖时装秀，维密近来一直依赖其年度大秀来推动品牌和销售额。然而，自2019年起，维密停办时装秀，因为它不仅未能带来预期中销售额提升，反而因不符合焦点视觉的审美而受到批评。虽然时装秀曾是品牌的核心标志，但如今它成为了维密的历史。品牌重塑的艰难。针对上述问题，维密在2022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品牌累积，尝试从性感和超模为主导的形象，转向成更注重多样性和对抗性的路线。公司推出了包括不同体型、年龄和背景下的模特，并尝试推出符合时代需求的内衣产品。然而，如何在短时间内短暂积累品牌形象的问题，仍然是维密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性别平等与多样性问题。维密在应对性别平等和多样性方面表现一直受到质疑。过去对维密超模天使的过度推崇，被认为关注到不同体型和外貌的女性消费者。2022年，维密尝试通过引入更多认可的品牌代言人，包括跨性别和不同种族背景的女性，对这一批评表示欢迎。然而，公众对改革的态度仍然存在质疑。在2024年5月4日的财报中，维密公布了2024年第1季度的业绩，分别为13.6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 3.5%， 净亏损达到了400万美元，而去年同期则盈利100万美元。财报公布，2024年将关闭38至42家美国门店，同时仅增14家门店，年底预计净减少24至28家店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维密在美国关店潮已经开始，今年还会继续。第一财季中，维密在其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已经关闭了24家门店，但这一举措并未止住亏损，实体店的销售额仍下降了 5%， 实体店也从盈利转为亏损。时代在变，维密那种通过性感、时尚、天使代言人引领潮流的日子，逐渐走向了下坡路。消费者不再迷恋性感天使，而是开始关注多样性和身材积极的品牌信息。于是，维密推出了多样性的选择，强调不同体型的女性都可以感到自信和美丽。这种变化在现在的市场中尤为重要。不可否认的是，维多利亚的秘密曾经在时尚界飞高过。那些著名的天使、耀眼的时装秀是刺激一代中的经典，但当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时，品牌的前景似乎也开始褪色。维密能否借助这次品牌转型重新移植，这还有待观察。维密转型不仅是品牌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应对当代市场挑战的必要选择。这个品牌已经从性感独大的形象走向了多元和包容的时代，它正在努力寻找回归归属自己的那双翅膀。未来维密会如何飞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欢迎关注 Shirley Talk。